前世1000次的回头，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清华大学副教授从科学角度解释累生累世真的存在。蔡铮表示，基于统计力学与宇宙演化，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来自同一颗星星，都是40-50亿年前同一颗恒星爆炸后的产物。根据庞加莱重现理论，宇宙中的粒子在长时间聚集后，可能会以相同的方式重新排列。若灵魂是肉体粒子组合产生的，那么就可能会因为庞加莱重现而出现类似累生累世的情况。有缘人，轮回法则是宇宙中生命与能量流转与循环的规律。当一个生命结束后，其灵魂不会消失，而是根据前世的业力等进入下一个轮回。这是灵魂不断转生、成长和进化的过程，目的是让灵魂在无数次生命体验中学会智慧、善良与慈悲，最终达到解脱和升华。许多我们这辈子的个性、经历及能力都反映出我们是否曾经居住在地球上。我们越成熟，在某些领域里越有天赋，我们就会越常有心灵感应。其实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曾经投胎转世，只是有些人投胎转世了比较多个轮回，因此有许多下列的经历。1. 重复出现的梦境。梦境反映潜意识心灵，重复的梦境有时意味着创伤、恐惧，或者是你的头脑正在尝试处理的问题待办事项。重复的梦境也可能反映着前世，例如多次梦到同一件古代衣物，连续的梦境序列等。这些梦境类型常被与前世记忆联系起来，但这些解释并无科学依据。很多人说经常梦到似曾相似而且认得的场景、人及地方。举例来说，有一个我觉得很熟悉的古建筑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未曾看过或是去过。史蒂文森博士 Ian Stevenson 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国际著名的轮回研究专家。1960年，他在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杂志上发表了往事回忆的证据一本，举世哗然，后来被誉为是现代西方轮回研究的开山之作。他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对人世轮回的研究，总共搜集了2500多个真实的案例。下面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史蒂夫出生后无法消化食物，在医院度过了他生命的第1年。他对一切都过敏，还经常做噩梦。在这些梦中，他总是梦到一个女人，一旦醒来，就会发现自己重复一个看似毫无意义的词，听起来是 Vandal Vengeance。在学校，史蒂夫写了一些关于逃离集中营和被告发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老师们的重视。16岁时，在未经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史蒂夫奇迹般地开始演奏钢琴。但每当史蒂夫坐在钢琴旁时，他就会做噩梦，梦见和许多瘦弱、饥饿的孩子们玩。他试着让孩子们笑，但只能在梦里面哭，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这些印象如此强烈，
以至于史蒂夫有时无法继续参加比赛。史蒂夫的脖子总是非常敏感，他无法忍受让任何人接触他。他知道这种恐惧不符合逻辑。为了走出这个神秘的恐惧症，史蒂夫去咨询催眠治疗师。在催眠治疗师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下面这个故事。在前世中，史蒂夫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女性，她曾前往巴黎，并在一家犹太人拥有的夜总会里弹钢琴。后来发生一系列不幸的事故，她被驱逐到波兰，并被错误地指控为犹太人。这个女人起初并没有被送到集中营，而是我们都挤在一起的城镇的一部分。饥饿、肮脏。每天早上，波兰人都会被带上 Wanderwagens 的死亡列车。这是史蒂夫儿时梦想中的奇怪词汇。在这个贫民窟里，他用钢琴演奏娱乐给饥饿的孩子，试图消除他们被迫生活的悲惨状况的一些痛苦，但最终他也被驱逐到集中营。他和一个朋友试图逃跑，被抓回来，然后被吊死。在死亡的那一刻，他感到羞于面对任何人，好像他不知不觉地让他们失望。这种感觉伴随着悬挂的窒息感，显然延续到下一个生命中。这是史蒂夫脖子敏感的原因。史蒂夫的身体特征与他过去被吊死的经历有关，他弹钢琴的能力也与前世经验有关。他小时候写下的那些关于逃离集中营和被诬陷的故事，正是他前世真实经历过的事情。在催眠治疗师的引导下，他完整的前世故事被揭示出来，伴随他一生的耻辱与内疚终于得以释怀。史蒂夫的问题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患有这些天生恐惧的孩子，父母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困惑，因为没法解释这种恐怖的事情，并且大多数父母不知道或不相信前世，因此认为他们的噩梦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接收到的媒体信息，被压抑的冲动或恐惧的象征性表现。这无意中复杂化了孩子们的恐惧和困惑。事实上，许多噩梦和梦魇不是象征性的幻想，也不是日常生活的重新诠释，它们是对过去真实体验的真实记忆，片段的记忆。许多真实案例显示，一些孩子的片段记忆出奇的具体而且准确。这些片段的记忆可能只是想象、误解或是记忆力差异的结果，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往往揭示出与前世之间的联系。3. 你的直觉很准。直觉是一种平衡意识与潜意识心理的能力，进而开启我们智慧及良知的深层泉源。有这么一说，我们的心灵越成熟，我们越接近回到我们灵魂的起始点源头，同时也是潜意识共同体的出口。4. 既视感。我们都曾有过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一种好像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奇妙感受。似曾相识的感觉会因为嗅觉、听觉、视觉、味觉及其他的感觉油然而生。有人认为既视感是一种神经失调，
也有人认为既视感印证了其他次元的可能性，如平行宇宙，但有更多的人认为既视感揭露的是前世经历。5. 你是个有同理心的人。有同理心的人会对身边的人表示关怀与同情，甚至能对他人的情绪和痛苦感同身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感受力也体现为一种心理调试，避免忽视自身问题而转向怨天尤人。从一些实例来看，同理心往往意味着灵魂经过多次轮回与升华，已能超越自我与个人困境，并将关怀扩展到他人身上。6. 预知。预知是一种可以预见未来会发生事情的能力，也称为预知未来或预见力，可以透过视觉、身体知觉、感觉及梦境预知未来。有些人认为预知是一种极为真实的感受，可以代表心灵能量成熟的过程，有些人则将其视为伪科学。经历过较多轮回的人可能会有多种表现，比如直觉很准。直觉被视为平衡意识与潜意识心理的能力，心灵越成熟，越接近灵魂的起始点源头。7. 追溯。预知的相反就是追溯。追溯是一种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取得不复存在其相关信息的能力。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可能是发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或者是很久的以前。追溯不像预知可以很容易地证实其真实性，然而对于曾经亲身经历过并且可以如实地证明的人来说，追溯能力就是轮回的征兆。8. 觉得超龄。觉得比实际年龄还老，通常与轮回多次有关，这与心灵年龄的理论相呼应。心灵的成长依循着由婴儿心灵到已觉醒心灵的程序进展。举例来说，假设你只有轮回过几次，这会反映在你的能量年纪中，这辈子你会展现出较为纯真如孩子般的性格。然而假设你的心灵能量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你会表现得比较成熟。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超龄的，这代表你有一个成熟的或是老的灵魂。9. 热爱某种文化、时期、环境。如果觉得特别热爱某种文化或时期，或是某个时期对你来说有种无法解释的吸引力，这其实是你的灵魂前世所经历过的某些地方、文化或环境所残留着的回忆。例如，你可能莫名地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古典文化时，莫名的恐惧或者害怕。很多人相信我们前世幼年时期及成年时期的某些回忆或经历会被传递下去或残留。很多人相信这辈子那些无法解释的恐惧或害怕就是对过去创伤的共鸣。举例来说，害怕溺水，害怕某些动物，对某些地方感到恐惧，不喜欢某些特定的数字、颜色、物体等等。11. 觉得地球不是你的家。渴求找到家，反映出渴望回到源头合一、觉悟、神、上帝。很多人觉得这种渴求就像是运动员在长跑时渴望抵达终点。同理可证，轮回过很多次的灵魂所表达的最根本要求就是可以完成循环然后回家。
觉得地球不是你的家，通常伴随着的是对生存在地球上的惯性倦怠及警戒。生命的旅途中，我们时常被无意义感、辛劳、绝望、无聊和迷茫所困扰，甚至会萌生下辈子不愿再来的念头。然而，这并非我们能够轻易摆脱的宿命。从身心灵的深层视角来看，我们之所以经历这些痛苦，往往是因为我们遗忘了某些至关重要的真相：我们究竟是谁，以及我们为何而来。这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命体验，更触及了灵魂、业力、轮回与转世的宏大议题。许多人认为是父母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而我们并未被征求同意。然而，从更深远的维度来看，或许是我们的灵魂主动选择了借由父母的因缘降生，以完成自身的因果功课。这便是我们常说的轮回，它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灵魂成长与进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主要角度来理解这一生命流转的机制：灵魂的使命与因果法则。从灵性角度审视，生命并非偶然的产物，而是灵魂带着特定使命的旅程。我们可以称之为任务性轮回。在投生之前，每个灵魂都为自己设定了特定的目标或任务，这些任务可能千差万别。有的灵魂选择来此报答父母恩情，有的只在体验人生百态，有的则肩负着更宏大的使命，如推动文明发展或服务众生。无论任务大小，其核心在于完成既定目标，方能得以升级或跳出轮回。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有人觉得命运似乎早已注定，因为灵魂在出发前已规划好大致的路线。然而，一旦降生，我们便如同一个出门去完成某项任务，却在途中遗忘目的的孩子。世间的种种诱惑、烦恼和喧嚣，如同路边的玩伴、美食和热闹，轻易地牵绊住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常常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任由外界的声音绑架了我们的选择。这种迷失导致了内心的空虚、痛苦与无聊。觉醒便是在这混沌中突然忆起最初的使命，重新找回灵魂的航向。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坚定的过程，需要我们学会辨别，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诱惑，并勇敢地告别那些与使命不符的人和事。灵魂的任务并非都高深莫测，它可以是平凡的日常琐事，也可以是伟大的事业。正是这种任务的多样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百态。因此，我们无需在局限的视野中鄙视他人或仰望他人，更不应强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当我们感到痛苦、迷茫或绝望时，往往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灵魂的既定任务，或者将自己放置在一个不匹配的位置。此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逃避或放弃，而是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找回那个最能让自己放松、
自如真实的境地。当任务完成，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带来长久的放松与自在。从任务性轮回的角度看，解脱的唯一途径便是完成灵魂的既定任务。若任务未尽，灵魂便会陷入无限循环，直至功课圆满。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意志，而是说我们无法拒绝任务本身，但可以选择完成任务的方式是一次性还清还是按揭分期。每一次的放弃或半途而废，都可能意味着下一次的重来。因此，面对困境，我们应坚韧不拔。既然灵魂在投生前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来应对挑战，那么眼前的困难绝非不可逾越。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因为他们都是灵魂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相遇的缘分。即便关系带来痛苦，尝试毫无保留地帮助对方一次，或许能扭转局面，或许能彻底解脱。无论如何，绝不放弃生命，不放弃自己，因为每一次的放弃都可能意味着灵魂将一遍又一遍地重历相同的功课，直至真正觉醒。除了灵魂的任务，生命流转的另一个核心驱动力是因果法则，这在佛学体系中被称为因果轮回。它揭示了生命没有预设的终极目的，而是一个由无明和业力驱动的因缘聚合与消散的过程。一切现象皆因条件而生，无始无终。即便佛陀也受因果支配。无明是佛学中的核心概念，它不仅仅是无知，更是对生命真相的根本误解。例如，误认为五蕴皆我，执着于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却不理解无我的真谛，不能接受缘起性空的宇宙实相，更无法坦然面对无常的变换。这种对真相的颠倒认知，引发了贪、嗔、痴等烦恼，从而成为一切痛苦的根源。业力，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佛学将其细分为身业身体行为、口业言语表达和意业内心思考。每一个身、口、意所造之业，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并以因果的形式显现。这些业力不断叠加交织，其成熟显现的时间并非固定，可能在今生现世报，也可能在来世或多世之后来世报。多世报，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无聊、迷茫或绝望，正是因为我们未能明白无我的道理，无法接受无常的现实，并深深地陷入了我执之中。这种执着于小我、抗拒变化的心理状态，正是业力循环的燃料。因果轮回的解脱之道，在于破除无明，放下我执。当我们能够洞察生命的真相，理解无我与无常，便能止息轮回的驱动力，不再需要反复投生。这并非意味着所有有任务的灵魂都会来此世，而是说，若要真正摆脱轮回之苦，要么圆满完成灵魂的既定任务，不再虚度光阴、敷衍了事，要么彻底破除无明，放下对我的执着。
否则灵魂的旅程将永无止境，直至功课圆满，方得解脱、结语、觉醒与自在。无论是从灵魂的任务性轮回，还是从因果法则的视角，生命的旅程都充满了深意。痛苦并非惩罚，而是灵魂成长的契机。轮回并非宿命，而是完成功课，走向觉醒的课堂。当我们能够忆起灵魂的初衷，理解因果的法则，并勇敢地面对自身的无明与执着，便能超越表象的痛苦，踏上真正自由与解脱的道路。每一次的觉醒，都是灵魂向着更高维度进化的里程碑，最终引领我们回归本源，体验生命的圆满与自在。正是这些看似困顿的经历，一步步将我们引向更高处。每一次的跌倒与爬起，每一次的困惑与领悟，都在悄然间磨砺着我们的心智，指引我们走向更深层的自我认知。当我们终于能在喧嚣中寻得片刻宁静，在迷失中忆起最初的本心，在痛苦中洞察因果的丝线，便会豁然开朗。所谓的遗忘并非惩罚，而更像是一层薄纱，温柔地覆盖着过去的印记，等待我们亲手去揭开。每一次的觉醒，都是灵魂向着更高维度进化的里程碑。它提醒着我们并非被动地承受命运的摆布，而是拥有主动创造的无限可能。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感恩宇宙高维传讯。愿你在尘世的喧嚣中倾听内心的召唤，找回那份深藏的智慧与力量，活出属于你的圆满篇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